浑身像是被卡车碾过一样的疼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入目不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，而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，每一片叶子都大得像蒲扇，阳光透过缝隙斑驳地洒下来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下意识地动了动手指，身下是柔软却有些扎人的草地。这是哪？我记得我为了寻找一种稀有的野生菌，在深山里失足滑落了悬崖。难道我没死？一阵温热湿濡的触感突然从脸颊传来，带着倒刺的粗糙感，刮得我皮肤生疼。我猛地僵住，呼吸都停滞了。这种感觉像是某种大型猫科动物的舌头。我战战兢兢地转过头，一张硕大无比的银白色的狼脸正近在咫尺地盯着我，他的眼睛是冰蓝色的，深邃得像两汪寒潭，此时正倒映着我惊恐万状的脸。他的体型大得离谱，光是一个脑袋就有磨盘那么大，浑身银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着绸缎般的光泽，威风凛凛又充满了野性的压迫感。救命！我喉咙干涩，发出的声音细弱蚊蝇。完了，刚穿越就要成点心了。那头巨狼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反而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咕噜声，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我三观炸裂的动作。他低下头，用那个巨大的湿漉漉的鼻子轻轻拱了拱我的脖颈，又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去了我额头上的血迹，动作轻柔的，像是在对待什么稀世珍宝。紧接着一阵刺眼的白光闪过，我下意识地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面前的巨狼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材高大、赤裸着上身的男人，五官深邃立体，剑眉星目，那双冰蓝色的眸子依旧死死地盯着我，里面不再是兽性的冰冷，而是炽热的、毫不掩饰的占有欲。雌性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种奇异的磁性，说的竟然是我能听懂的语言。你醒了。我傻眼了，狼变人了。你是谁？这是哪？我裹紧了身上破破烂烂的冲锋衣，拼命往后缩。男人皱了皱眉，似乎不满我的躲避，他上前一步，长臂一伸，不容拒绝地将我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。他的体温很高，像个大火炉，烫得我一激灵。我是烈风，银狼部落的首领，这里是兽市，你是我的了。他的话霸道又不讲理，我刚想挣扎，他低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幽深。别动，森林里有流浪兽，你这么弱小的雌性，离开我会被撕碎。听到撕碎两个字，我瞬间怂了。烈风抱着我在丛林里跳跃穿梭，速度快得惊人。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先苟住再说。风呼呼地刮过耳边，我只能死死搂住他的脖子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野男人的怀抱还挺有安全感的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视野豁然开朗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谷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石洞和木屋，周围还有许多穿着兽皮裙的人在走动，有的头上顶着耳朵，有的身后拖着尾巴，真的是兽人世界。烈风抱着我走进部落，瞬间引起了轰动。一群兽人围了上来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种。首领回来了！天哪，首领怀里抱的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雌性，但是怎么这么白，还没毛？我被这些赤裸裸的目光看得头皮发麻，下意识地往烈风怀里缩了缩。烈风感受到我的恐惧，冰蓝色的眸子冷冷地扫了一圈，低吼一声滚，强大的威压瞬间释放，围观的兽人吓得纷纷后退。这时一个女人走了出来，她皮肤黝黑，五官艳丽，头上还顶着一对圆圆的耳朵，看着像是豹子或者是老虎的特征。她看着烈风怀里的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和不屑。烈风，这就是你出去打猎带回来的猎物？她走到我们面前，挑剔地打量着我，怎么这么瘦，皮肤白得像死人一样，身上也没多少肉，一看就不能生崽。这种劣质雌性你也捡回来？劣质雌性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虽然算不上丰乳肥臀，但也算凹凸有致吧，怎么就劣质了？而且这个女人的审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在这个世界，难道以黑胖为美？烈风冷冷地看着那个女人，你呀，闭上你的嘴，她是我的雌性，轮不到你来评价。你的雌性？米娅尖叫起来。烈风，我是部落里最美的雌性，我还要选你做我的第一兽夫，你怎么能看上这种丑八怪？丑八怪？我苏洛，堂堂100万粉丝的美女博主，竟然被一个原始人骂丑八怪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从烈风怀里探出头，露出一个自认为最优雅的微笑。这位大婶，审美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不觉得我丑，倒是你更年期到了，火气这么大，小心长皱纹哦。但大婶2个字他听懂了。你叫我什么？我要撕了你！米娅怒吼一声，双手瞬间变成了锋利的豹爪，朝着我扑过来。找死！烈风眼神一凛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抬起一脚，直接将米娅踹飞了出去。砰！米娅重重地摔在地上，
吐出一口血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烈风。烈风，你为了这个丑八怪打我？烈风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抱着我径直走向部落中央最大的那个石洞。再敢对他不敬，我就把你扔出部落。他的声音冷得像冰渣，却让我心里莫名一暖。这个野兽男人还挺护短的。烈风把我带到了他的山洞，洞内空间不大，光线昏暗，仅靠洞口的光照明。你在这里休息，我去给你弄吃的。烈风把我放在石床上，动作依然轻柔。他似乎把我看作是一个易碎的瓷娃娃。没过多久，他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只血淋淋的、刚死不久的长耳兽，看起来像兔子，但比兔子大3倍。他把那只血淋淋的东西往我面前一扔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吃吧，这是刚打的，很新鲜，肉最嫩。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我看着那只还在抽搐的猎物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哦，我捂着嘴，干呕起来。烈风慌了，他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耳朵都耷拉下来了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长耳兽？那我去抓哼哼兽，还是咕咕兽？他以为是我挑食。我摆摆手，虚弱地说道：我不吃生的，我要吃熟的，要用火烤。火？烈风皱起眉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火是天罚，是邪恶的东西，会烧毁森林。在这个世界，兽人们似乎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阶段，对火有着天然的畏惧。我叹了口气，要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，第一步就是改善伙食，否则我没被野兽吃掉，先得饿死或者细菌感染而死。烈风，火不可怕，只要控制好，它能让食物变得美味，还能驱寒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道：你相信我吗？烈风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最终败下阵来。哪怕他再害怕，只要是我想要的，他都会去弄来。半小时后，烈风找来了一些干枯的木头和碎石。不得不说，兽人的力气真大，直接用石头砸出了火星。我小心翼翼地引燃了干草，升起了一堆篝火。看到红色的火焰跳动，烈风下意识地紧绷身体，做出了攻击的姿势。别怕，我拉住他的手，让他感受火焰的温度。你看，它很暖和，接下来就是我的主场了。我指挥烈风把长耳兽剥皮、清洗。他随身带着补刀，处理猎物的手法一流。可惜没有调料，我只能在洞口附近找了一些带有咸味的野草，类似盐肤木和一些去腥的柠檬草。我将草汁挤在肉上，然后架在火上烤。不一会儿，油脂滴落在火堆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顺着山洞飘了出去。这可是经过腌制和火烤的肉香，对于只吃生肉的兽人来说，简直就是生化武器级别的诱惑。烈风的鼻子动了动，喉结上下滚动。他盯着那块烤得金黄流油的肉，冰蓝色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。好香！我一抬头就看到山洞外面探出了一个个毛茸茸的脑袋，就是刚才还对我指指点点，说我是丑八怪的那群兽人。此刻，他们一个个都被我手中烤肉的香味勾了魂，眼巴巴地盯着我，嘴角甚至还挂着可疑的口水。洞口的议论声一字不漏地传进我的耳朵里。那是什么味道？太香了吧！那个丑雌性在干什么？他在玩火。可是，真的好香啊！我没理会他们，专心致志地看着面前的烤肉。当油脂滴落在火上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我知道火候到了。我撕下那只烤得金黄流油、最肥美的后腿，小心地吹了吹滚烫的热气，递到烈风面前，冲他扬了扬下巴，尝尝。烈风那双金色的眸子闪过一丝迟疑，但最终还是接过了烤肉。他对着那焦香的肉块狠狠咬了一大口，就是这一口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下一秒，他的眼睛猛地瞪大，连头顶那对毛茸茸的耳朵都瞬间竖得笔直。我能想象那外焦里嫩的口感，那肆意的肉汁是如何冲击着他的味蕾，这绝对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美味。他几乎是狼吞虎咽地3两口就将那只烤腿啃得干干净净，然后他抬起头，用一种几乎要把我吞下去的热切眼神看着我。好吃，他舔了舔嘴唇，声音低沉而缱绻：洛洛，你真厉害。洛洛，他竟然叫了我的名字，这2个字从他喉咙里滚出来，带着一种独特的磁性，震得我耳根一阵酥麻。我心里有些得意，笑了笑，正准备撕下另一块自己尝尝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尖锐的冷哼声从洞口传来，打破了这片刻的温馨。又是那个米娅，我看他那副样子，就知道他是闻着香味实在受不了，又拉不下脸承认我厉害，只能跑来找茬。不就是把肉烧焦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种东西吃了肯定会肚子疼，也就是首领宠着你才敢吃。大家别被他骗了，他是邪恶的雌性，竟然敢玩火。他最后那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洞口的兽人们立刻骚动起来，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的质疑。我能感受到他们目光里的变化，从刚才的垂涎变成了恐惧和怀疑。
对火的恐惧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本能。是啊，巫医说过，火是不祥之物。他该不会是流浪兽派来的奸细吧？火光在米娅那张挑拨离间的脸上跳跃，将她的得意扭曲成一副丑陋的嘴脸。我勾起嘴角，露出一抹冰冷的笑。跟我玩舆论战，你还嫩了点。我撕下一块滋滋冒油的烤肉，肉香瞬间压倒了洞穴里怀疑与恶意的气味。我无视了那些成年兽人贪婪的目光，径直走向洞口，走向我真正的目标，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狼崽。狼耳少年抬起头，视线被我手中的烤肉吸引。冰冷的石地硌着我的膝盖，我蹲下身，将那块冒着热气的肉凑到他不断抽动的鼻子前，用一种低沉而温柔的声音说：“小朋友，想吃吗？”他的目光在我的脸和那块肉之间飞快地来回。一声微弱的嗷呜，他尖利的小牙齿便深深陷入了肉里。别吃，有毒！米娅的尖叫声像一把刀子划破了洞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但太迟了，只一下，小狼崽已经把肉吞了下去。1秒钟，整个洞穴都屏住了呼吸，然后他咂了咂嘴，发出了享受的响声。那双胆怯的眼睛瞬间亮得像2颗星星。一声喜悦的嗷呜从他喉咙里爆发出来，他兴奋地原地转圈。他甚至主动用头蹭了蹭我的手，示意还要。就这样，谣言不攻自破，洞穴里的气氛瞬间转变，所有投向我的视线都变了。那其中的鄙夷和嫌恶融化成了敬畏与震惊。在他们眼中，我不再是丑八怪，而是能掌控火焰、创造美食的神女。一阵灼热的体温贴上我的后背，我知道是烈风。他高大的身躯如同一堵墙，充满了占有欲地挡住了那些雄性兽人觊觎的目光。他坚硬的手臂一把搂住我的腰，将我紧紧箍在他身边。我能感到他胸膛里发出的警告般的震动。他低沉的咆哮声在洞穴中回响。都散了，这是我的雌性做给我吃的，谁敢抢，我就咬断谁的脖子。我看到米娅的脸在火光下气得发绿，她恨恨地跺了跺脚，转身冲进黑暗中，只留下一句尖利的回响：苏洛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兽人们散去后，洞穴里只剩下柴火燃烧的噼啪声。洞外的世界沉入一片漆黑，兽食危险的夜晚开始了。危机暂时解除，肚子也填饱了，但一种全新的紧张感却在我心底悄然升起。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巨大而冰冷的唯一的石床上。我知道今晚我死死地抱着膝盖，把自己缩成一团，后背都抵在了冰冷的墙角。我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，死死地盯着他，声音又干又涩：你睡哪？烈风那双银灰色的眼睛扫过来，理所当然地抬手一指我身边的空位。那片空荡荡的床铺瞬间在我眼里变成了一片危险的狩猎场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野性：睡这，我是你的雄性，当然要和你一起睡。不行，这2个字像子弹一样从我嘴里蹦出来。我脑子里警铃大作，属于现代女性的最后防线瞬间拉满。我们才认识第1天，不能那个。天啊，我到底在说什么？烈风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银灰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困惑，但随即那丝困惑就被一抹了然的带着戏谑的笑意所取代。他俯下身，高大的阴影瞬间将我笼罩，一股灼热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。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，像带着电流的羽毛，轻轻刮过我敏感的耳廓。哪个？我感觉耳朵轰的一下就炸了，热气从脖子根一直蔓延到头顶。他低沉地笑着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皮肤上，激起一阵战栗。洛洛，你这小脑袋里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怕你晚上冷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带着一种致命的磁性。而且你还没发情，我不会强迫你交配的。交配这2个字像一道天雷，把我劈得外焦里嫩。我的脸烫得几乎能煎熟鸡蛋，恨不得当场去世。原来他们这个世界还得讲究个发情期。我正羞愤欲死，烈风眼底的笑意更深了。他终于不再逗我，直起身，就在我眼前。他的身体发出一阵奇异的微光，骨骼发出细微的声响。转眼间，一个巨大的毛色如月光般皎洁的银狼出现在了床上。我的呼吸都停滞了。他的声音似乎直接在我的脑海中响起，带着一种沉稳的安抚力量。睡吧，我变成了兽形，这样你就不怕了吧？一条毛茸茸、蓬松柔软的巨大狼尾轻轻地卷住了我的腰，一股不容拒绝的温柔力量将我从冰冷的墙角带向他温暖的怀抱。我的脸颊瞬间埋进了一片柔软温热的银色毛皮里。晚上冷，我的毛很暖和。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整个人都陷进了他柔软的腹部，鼻尖萦绕着一股干净清冽的青草香气。这简直是一个巨型的自带恒温功能的毛绒抱枕。我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松懈下来。浓重的困意排山倒海般袭来，一个温热粗糙的东西轻轻地舔过我的脸颊，紧接着是他最后那句温柔而又带着一丝霸道宣告的低语：
在我脑海里回荡。晚安，我的洛洛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饿醒的。昨晚那顿烤肉虽然美味，但全是瘦肉，不顶饿。而且长期只吃肉不吃蔬菜，我会便秘的。烈风早就不在了，估计是去捕猎了。我决定自己出去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能吃的植物。刚走出山洞，就看到几个雌性兽人正聚在一起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剥着一种硬壳果实。看到我出来，他们都停下了动作，窃窃私语。只有米娅翻了个白眼，故意大声说道：“哟，娇气的丑八怪醒了，怎么不等着雄性喂你啊？”我懒得理他，目光却被他们脚边的果实吸引了。那是一种黑乎乎的，像石头一样的圆球。这是什么？我走过去问道。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兔儿娘小声说道：“这是黑果，我们要把里面的肉磨成粉，很难吃的，又苦又涩，但是没有肉的时候只能吃这个。”我捡起一颗，仔细看了看，又闻了闻，这味道，这形状。我找来一块石头，砸开坚硬的外壳，露出里面白色的果肉。我尝了一点点，天哪，这是土豆，或者是某种类似土豆的高淀粉块茎，只不过这个世界的土豆长了一层坚硬的壳。兔儿娘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解，只知道生吃或者磨粉，当然难吃。如果煮熟了，那可是主食啊！你们在哪里找到这个的？我激动地问。就在后山的坡上，到处都是，没人爱吃。我眼睛亮了，到处都是，这意味着我有吃不完的碳水了。带我去！我拉起兔儿娘的手，我能让这个变得超级好吃。兔儿娘半信半疑，还是带我去了。米娅在后面冷笑，又在装神弄鬼。那个黑果我们吃了多少年了，就是那个味。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他也鬼鬼祟祟地跟了上来，想看我出丑。到了后山，我简直像是掉进了米缸的老鼠。漫山遍野的黑果，除了土豆，我还发现了不少好东西。野葱、生姜虽然长得有点怪，但味道是对的。还有一种红彤彤、味道辛辣的小果子，那是辣椒。兽市简直就是个未开发的宝库。我兴奋地挖了一大堆土豆，又采了佐料，正准备满载而归时，变故突生。草丛里突然窜出一条水桶粗的黑蛇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直奔那个兔儿娘而去。啊！是流浪兽！兔儿娘吓得腿都软了，根本跑不动。米娅吓得尖叫一声，转身就跑，根本不管同伴的死活。我手里只有一把用来挖土豆的木棍，跑还是救？那个兔儿娘刚才好心带我来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趴下！我抓起一把刚刚挖出来的土泥，狠狠地砸向那条黑蛇的眼睛。黑蛇视线受阻，动作顿了一下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我冲过去拉起兔儿娘就跑，往树林密的地方跑。但是两条腿怎么跑得过没腿的？黑蛇很快就追了上来，腥臭的蛇信子几乎舔到了我的后背。它被激怒了，放弃了兔儿娘，死死盯着我这个攻击它的人。巨大的蛇尾横扫过来，我避无可避。完了，烈风，我就不该出门的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银色的闪电从天而降，吼！一声震彻山谷的狼啸。烈风来了，它直接化作兽形，锋利的爪子狠狠拍在蛇头上，一口咬住了蛇的7寸。黑蛇痛苦地翻滚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几下撕扯，黑蛇就被烈风撕成了2段，鲜血染红了草地。烈风变回人形，浑身戾气未消，他大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将我按进怀里，力气大的像是要勒断我的腰。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谁让你乱跑的？他在吼我，但声音里全是后怕。我差点就失去你了。我听着他剧烈的心跳声，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就是想去找点吃的。看到我哭，烈风瞬间慌了，他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眼泪，哪里还有刚才杀神的样子？别哭，洛洛别哭，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怕我来晚了。他捧起我的脸，冰蓝色的眸子里满是深情和懊悔。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下头，狠狠地吻住了我的唇。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气、野性却又无比珍惜的吻。洛洛，你是我的命，以后我去哪你就去哪。我好像真的有点心动了。在这个蛮荒的兽世，有一个人视我如命。那个吻差点让我缺氧。等到烈风终于松开我时，我整个人都软在他怀里，嘴唇麻麻的，不用看都知道肯定肿了。周围一群兽人的目光简直能把人烤化。烈风恢复了狼王的冷酷，一声低吼：“看什么看？都没事做了吗？”吓得大家作鸟兽散，只有那个被我救下的兔儿娘红着脸跑过来，塞给我一把不知名的小野花，小声说了句谢谢神女，然后飞快地跑了。神女，我哭笑不得。烈风一手提着那条巨大的2节蛇尸，一手轻松地将我抱起，往部落走去。这条蛇怎么办？
我看着那死不瞑目的蛇头，有点发怵。烈风嫌弃地看了一眼流浪兽的肉很酸，不好吃，扔远点，免得引来其他野兽。别扔啊！我眼睛一亮，这可是送上门的蛋白质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你忘了我找到的辣椒和生姜了吗？只要处理得好，蛇肉是最鲜美的。而且这条蛇差点伤了我，把它炖了，也算是报仇了。一回到部落广场，我一刻也没停，立刻指挥烈风开始处理那条巨蛇，剥皮、去内脏、剁成段。我能看出他眼神里的嫌弃，但他的动作没有丝毫犹豫，完全听从我的安排。那把骨刀在他手里，简直像是活了过来，使得出神入化。我的任务则是处理那些被他们视作剧毒的黑果，也就是土豆。刚削下第一块皮，一个尖利又熟悉的声音就刺了过来。天哪，首领怎么把流浪兽带回来了？好臭！我眼角余光一瞥，果然是米娅，他又领着那几个跟屁虫，站在不远处指指点点，那张脸上挂满了幸灾乐祸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烈风，你也不管管他！哐的一声，烈风剁肉的动作停了，他缓缓抬起头，那双冰蓝色的眸子像两把淬了寒冰的利刃，冷冷地扫向米娅。他薄唇轻启，只吐出一个字：滚。一个字，却像是带着千钧之力。米娅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不敢再挑衅，却也没走，就那么怨毒地站在原地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懒得再分半点心神给他，把部落里最大的那口公用石锅架好，倒水生火，等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起来，我便把切好的土豆块一股脑地扔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一股奇特的香味从锅里丝丝缕缕地飘散开来，和它原本那股土腥味截然不同，是一种淡淡的带着一丝甜意的淀粉清香。我注意到周围那些围观的兽人开始不自觉地耸动着鼻子，窃窃私语声也响了起来。咦，这个黑果煮熟了，好像不臭了。等土豆彻底煮软，我将它们捞出，用一根干净的石杵细细捣成泥状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真正的重头戏现在才开始。我将烈风切好的蛇段悉数倒入石锅，毫不吝啬地撒入大把的生姜片去腥，最后再丢入我视若珍宝的几颗小辣椒。我将火烧得更旺，熊熊的火焰舔舐着锅底，石锅里的水再次沸腾，而这一次随着水温的急剧升高，一股霸道无匹的香气猛然炸开。辣椒那股灼热的辛辣混合着蛇肉独有的野性十足的鲜美，像一枚看不见的炸弹，瞬间引爆了整个广场的空气。阿嚏阿嚏！没见过辣椒的兽人们被呛得喷嚏连天，眼泪直流。米娅捂着鼻子大叫，我就说她在弄毒药，这么呛人的味道肯定有毒。我没理会那些噪音，等蛇肉炖得软烂，汤汁变得浓郁洪亮时，我盛了一大碗蛇羹，上面盖上一勺绵密的土豆泥。烈风，尝尝。我献宝似的递到他面前。烈风看着那碗红彤彤还在冒着呛人热气的东西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他是拒绝的，但看着我期待的眼神，他还是视死如归地接过10碗，喝了一大口汤。下一秒，他的动作僵住了，冰蓝色的瞳孔剧烈收缩，耳朵瞬间竖得笔直，连尾巴都忍不住从兽皮裙后面冒出来，绷得直直的。辣，从未体验过的刺激感瞬间席卷口腔，紧接着是蛇肉的鲜美和土豆泥的绵软。汗水瞬间从他额头冒出来，但他却停不下来了。好吃，他声音沙哑，眼睛亮得惊人，3两下就把一大碗吃了个精光，连碗底都舔干净了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比那碗肉更好吃。洛洛，好热！周围的兽人看傻了，首领不仅没被毒死，反而好像很享受。那个兔儿娘第一个壮着胆子走过来，神女，我能尝一口吗？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。很快，一大锅蛇羹和土豆泥被瓜分干净。广场上全是嘶哈嘶哈的吸气声和满足的赞叹声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刺激！但是我好喜欢。这个黑果煮熟了，竟然这么软糯，好好吃。以前我们都扔掉了，太可惜了。神女太厉害了，流浪兽的肉都能做得这么好吃。米娅看着众人抢食的画面，脸被打得啪啪响。她不甘心地走过来，看着空空如也的石锅，闻着那残留的香味，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怎么，米娅大婶也想尝尝这毒药？米娅脸色涨红，谁稀罕？这种东西吃了肯定拉肚子。说完，她捂着脸跑了。这一仗完胜。土豆和辣椒正是在银狼部落落户，美食的诱惑力是巨大的，我在部落里的地位直线飙升。第二天，就有人主动把挖来的土豆送到我的山洞口，只求我能教他们怎么做那个辣辣的肉汤。我正在教几个雌性怎么辨别辣椒，一个温润如玉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。这种红色的果实竟然有发热、驱寒的功效。我回头
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烈风那种野性风格的男人。他穿着干净的白色兽皮长袍，这在部落里很少见。长发用一根木簪束起，五官柔和俊美，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，散发着一种草药的清香。他的眼睛是温和的琥珀色，正好奇地打量着我手里的辣椒。你是？我愣了一下，我是部落的巫医泽西。他微微颔首，礼貌而疏离。听闻烈风带回来一位神奇的雌性，不仅能驾驭火种，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食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巫医，这可是部落里的知识分子。我立刻来了精神。你好，我叫苏洛，这个叫辣椒，确实可以驱寒祛湿。巫医大人对植物感兴趣。泽西眼睛一亮。当然，我研究草药多年，从未见过这种植物。不知苏洛雌性可否？不可以。一声充满占有欲的低吼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一阵风刮过，烈风瞬间出现在我身边，一把搂住我的腰，将我整个人嵌进他怀里，警惕地盯着泽西。泽西，离我的雌性远点。泽西无奈地笑了笑。烈风，我只是和苏洛探讨一下草药知识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探讨也不行。烈风像个护食的带狼狗，浑身炸毛。他很忙，没空理你。他低头看着我，语气酸溜溜的。洛洛，不许对他笑。我哭笑不得。这促进也太大了吧，人家巫医看起来很正人君子啊。我轻轻掐了一下烈风硬邦邦的腰肉，小声说，别闹，人家是巫医，我正好想问问他有没有盐。听到正事，烈风这才勉强收敛了敌意，但搂着我的手一点没松开。盐？泽西有些惊讶。那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只有在1年1度的兽王城集市上，用大量的兽皮才能换到一点点。部落里现在没有存货了，没有盐，这对一个吃货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人不吃盐是会没力气的。那附近有没有咸水湖或者盐矿？我不死心地问。部落东边有一片盐碱地，那里的水是苦咸的，不能喝，喝了会死人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我有办法把苦咸水变成能吃的盐。泽西琥珀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震惊。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烈风也低头看我，眼神里全是盲目的信任。洛洛说行，那就肯定行。当然，这是科学的力量。去盐碱地的事情需要准备一下。烈风说那里离流浪兽的领地有点近，在此之前，我决定先解决一下我的居住环境问题。烈风的山洞真的就是一个纯天然的狗窝，除了那张铺着兽皮的石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又黑又潮湿，角落里还堆着一些不知名的骨头。作为一个有洁癖的现代人，我忍不了了。烈风，我们要大扫除。正准备躺平的烈风愣住了。大扫除是什么？就是把这里变得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的。我开始指挥这个劳动力。先把这些骨头都扔出去，太臭了。去河边挖一些粘土回来，我要把这些漏风的石缝堵上。还有，我需要木头，很多木头，我要做一张真正的床，不想睡石头了。烈风虽然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骨头扔掉，但只要我高兴，让他拆家他都愿意。于是，堂堂狼王化身勤劳的搬运工，他力气大，很快就扛回了巨大的原木。他爪子锋利，比电锯还好用，几下就把木头削成了平整的木板。我利用以前看荒野求生视频学来的简单榫卯结构，指挥他搭起了一张简易的架子床，铺上晒干的干草，再铺上最柔软的兽皮，终于不用睡硬邦邦的石头了。接着是卫生间问题，我让烈风在山洞深处挖了一个小一点的洞，下面连通外面的渗水层，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旱厕。虽然简陋，但总比随地解决文明多了。以后不准随地大小便，知道吗？我严肃地教育狼王。他的狼耳耷拉下来，眼眸里满是委屈。他缓慢而郑重地点了一下头。做狼好难，做我落落的雄性更难。经过2天的改造，山洞焕然一新，堵住了漏风口，里面暖和多了。有了木床和简单的木桌椅，虽然很歪斜，但终于有点家的样子了。还在洞口摆上了我采来的野花，用中空的竹筒插着。烈风看着大变样的山洞，新奇的东摸西摸。洛洛，你好厉害！他变成人形，从身后抱住正在整理兽皮的我，下巴搁在我的颈窝处蹭来蹭去，像只求夸奖的大金毛。这就厉害了。我笑着转过身，点着他高挺的鼻子。等我把陶器烧出来，把盐弄回来，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。陶器就是用来装水、煮汤的罐子，有了它，我们就能天天喝热水，还能炖好喝的肉汤了。我想念热汤，想的都要疯了。石锅太笨重，导热性也差。都听你的。烈风低头含住我的嘴唇嘬了一口，声音低哑，只要你别离开我。他最近越来越粘人了，只要他在部落，恨不得把我挂在他身上。这种被全身心依赖和占有的感觉，糟糕，好像越来越上瘾了。为了喝上一口热水，烧陶计划提上日程。
泽西告诉我，河边有一种灰白色的泥土，特别窄，或许可以用。我和烈风去挖了一大筐回来。我凭着记忆开始捏泥巴，这活儿看着简单，做起来难。泥条盘铸法，我盘了拆，拆了盘，不是塌了就是裂了。烈风蹲在一边，看得津津有味，还时不时伸出爪子戳一下我捏歪的泥胚，别捣乱。我拍掉他的爪子，好不容易捏出了几个歪歪扭扭的碗和罐子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，烧制。没有窑，只能露天堆烧。我找了一块空地，架起柴火堆，把阴干的泥胚放进去，点火，火光冲天。烈风紧张地守在一边，生怕火势失控。几个小时后，火熄灭了。我满怀期待地扒开灰烬，咔嚓一声脆响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所有的陶器全都裂开了，碎成了一地渣渣。失败了，我沮丧地坐在地上，看着那一地碎片，眼圈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步骤都对的，我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？我只是个美食博主，不是手工达人啊！烈风见我不开心，立刻慌了神。他蹲下来，用粗糙的大手笨拙地擦着我的眼泪。洛洛不哭，不好看，我们不要了。他把那些碎片踢开，我再去给你打磨几个石碗，石碗也很好用的。不一样，我抽噎着，石碗不能煮汤。泽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他捡起一块碎片，仔细观察着断面，酥落，也许是温度不够高，或者是受热不均匀。我记得有一种红色的石头，燃烧起来温度特别高，或许可以试试。红色的石头，煤炭，我眼睛亮了。在哪里？带我去找。泽西指了指北边的山崖，那边有，但是很危险，是异虎族的地盘。异虎族，会飞的老虎。烈风身上的气息瞬间冷了下来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洛洛不能去。他站起身，把我和泽西隔开。我去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坚定。你想要的东西，我都会给你弄来，哪怕是去闯龙潭虎穴。烈风为了给我找红石头煤炭，独自去了北边山崖。他临走前拜托泽西照顾我，这让我有点意外。看来他虽然吃醋，但也认可泽西的人品。烈风一走，部落里某些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。米娅这几天过得很憋屈，她原本是部落里最受欢迎的雌性，风头全被我抢走了。她爱慕的烈风满心满眼都是我，连个眼神都不给他，极度让他面目全非。我正在山洞里研究怎么改进陶器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，一个兽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，不好了，神女兔儿娘被抓走了。我心里一惊，兔儿娘是跟我关系最好的雌性，谁抓的？是流浪兽，一群猎狗兽人。猎狗兽人，那是兽氏臭名昭著的强盗群体，他们专门抢夺食物和雌性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我急声问，他们往哪边跑了？往西边的森林跑了。部落里的雄性大部分都出去打猎了，留守的战斗力不多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泽西，你组织留守的兽人跟我走，我们去救人。泽西皱眉，太危险了，烈风交代过让你别出部落，等烈风回来就晚了。我从角落里抄起一把烈风给我做的简易弓箭，我这2天没事瞎琢磨的，我有武器，我不怕。我带着泽西和几个老年兽人追进了森林，很快我们在一片空地上追上了那群猎狗兽人，大概有10几只，个个长得贼眉鼠眼，浑身散发着恶臭。兔儿娘被他们扔在地上，哭得嗓子都哑了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米娅竟然也在那里。她没有被绑，而是站在猎狗首领身边。她指着我们追来的方向，狠狠地说道：“看到了吗？那个最白的雌性，就是我说神女。抓住她，烈风肯定会拿所有的食物来换。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米娅，她竟然勾结流浪兽，她竟然出卖自己的族人。米娅，你疯了吗？我怒吼道。米娅看到我，脸上露出疯狂的笑容。苏洛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烈风才不看我一眼。今天我就让这群流浪兽好好伺候你，看烈风还会不会要你这个破鞋。猎狗首领看着我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这就是神女，果然细皮嫩肉。兄弟们，上！那个雌性归我，其他的你们分。10几只猎狗兽人狞笑着向我们扑来。泽西脸色一变，挡在我面前。苏洛，快跑！跑，往哪跑？我握紧手中的弓箭，手心全是汗。这一次没有烈风从天而降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恐惧过后，我的大脑反而异常冷静。泽西虽然是巫医，但他是个素食兽人，羚羊，战斗力有限，哪怕变成了兽形，也只能勉强抵挡2只猎狗的进攻。那几个老年兽人更是早就被打趴下了。把那个雌性抓过来，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办了他。猎狗首领狞笑着扑上来，那股恶臭几乎让我窒息。想抓我，下辈子吧。我从腰间的兽皮袋里掏出一个包裹，那是我这2天晒干磨碎的魔鬼辣椒粉。
本来是打算用来做腌肉的，现在成了保命的生化武器。泽西，闭气，闭眼！我大喊一声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将手中的辣椒粉包狠狠砸向猎狗首领的脸。砰！树叶散开，红色的粉末在空中爆开，形成了一团红色的雾气。啊！我的眼睛！嗨嗨咳！猎狗首领首当其冲，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。那种火烧火燎的剧痛让他失去了战斗力，捂着脸在地上疯狂打滚。周围几只靠得近的猎狗也被波及，涕泗横流，喷嚏连天。就是现在，射击！我举起手中的简易弓箭，虽然没有瞄准镜，但这么近的距离不需要技术。嗖！用坚硬木头削尖的箭矢狠狠扎进了一只猎狗的大腿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快上啊！杀了他！剩下的猎狗兽人虽然被辣椒粉吓了一跳，但毕竟人多势众，他们忍着不适，再次围了上来。泽西为了保护我，背上被抓出了3道深可见骨的血痕。他虚弱地挡在我面前，还在试图为我争取时间。苏洛，快跑！我看着泽西摇摇欲坠的背影，眼眶红了。我跑不了了，但我手里紧紧握着最后一把骨刀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就在一只利爪即将抓破我的喉咙时，天地间突然风云变色，吼！所有的动作都停滞了，猎狗们浑身僵硬。那是来自血脉深处的对顶级掠食者的恐惧。一道银色的残影从树梢上一跃而下，快得如同闪电。咔嚓！刚才那个试图杀我的猎狗脑袋就已经搬家了，鲜血喷溅了我一身。我的狼王回来了！此时的他依然维持着半兽人的形态，银发狂舞，双眼赤红如血，浑身的肌肉暴起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。他手里提着那个猎狗的脑袋，随手扔在地上，目光死死地锁定了那个猎狗首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动我的雌性？声音不大，却像是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。猎狗首领顾不得眼睛的剧痛，吓得跪在地上发抖。狼王，饶命！是米娅，是那个雌性让我们来的。他说只要抓了神女，就能换食物。米娅！烈风转头看向躲在树后的米娅，米娅此时已经吓瘫了，她脸色惨白，语无伦次的求饶。烈风，不是我是被逼的，我是为了部落好，为了部落。烈风冷笑一声，那是死神的微笑。勾结流浪兽，残害族人，按照族规，当处极刑。他没有废话，甚至不屑于亲自动手，他只是挥了挥手。随后赶来的银狼部落勇士们瞬间蜂拥而上，猎狗群被屠杀殆尽，而米娅被直接扔进了流浪兽的尸体堆里。等待他的是被逐出森林，在荒野中自生自灭。不，烈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爱你啊！米娅凄厉的惨叫声渐行渐远，但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自作孽，不可活！处理完垃圾，烈风身上的戾气瞬间消散。他大步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身上沾染的血迹，其实是别人的，他的手都在抖。洛洛，伤到哪了？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我的脸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摇摇头，扑进他满是汗水和血腥味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烈风，你吓死我了！只有在他怀里，我才敢释放刚才的恐惧。烈风紧紧抱着我，力气大的像是要把我揉进骨血里。没事了，以后我一步都不会离开你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我在部落的地位成了绝对的神女，不仅因为我会做好吃的，更因为我有勇气对抗流浪兽，还救了族人。泽西养伤期间，我也经常去看他。虽然烈风每次都黑着脸跟着，在背后像个幽灵。烈风带回了大量的红石头、煤炭，有了煤炭，烧陶大业终于可以重启了。这一次，我吸取了教训，让烈风用泥土和石头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土窑，用来聚热。煤炭的高温果然给力，经过一整夜的烧制，当窑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几个虽然形状不完美，但敲起来叮当作响的陶罐。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有锅煮汤了。紧接着是制盐，泽西带我们去了那片盐碱地，那里的土和水都是苦涩的，含有大量的杂质，但我有办法过滤、沉淀、结晶。但我用木炭和细沙做了简易过滤器，把盐碱水反复过滤，最后倒进陶罐里煮。水分蒸发后，罐底留下了一层白花花的晶体。虽然不如现代食盐那么纯净，略带一点点苦味，但那是真正的盐。当第一锅加了盐的肉汤出锅时，整个部落都沸腾了。兽人们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有了盐，身体会这么有劲，肉会这么香。神女万岁！感谢神女赐予我们神盐。我看着大家满足的笑脸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兽世的秋天很短，冬天来得猝不及防。泽西告诉我，每年的寒季都会冻死很多体弱的兽人，
因为食物短缺，山洞阴冷。今年不会了，我看着烈风，我们要盖房子，还要囤积食物。有了陶器和盐，食物储存变得简单了。我指挥大家把捕获的猎物用盐腌制，挂在通风处做成腊肉和香肠。采集队挖回来的土豆和红薯在地窖里堆积如山。我还发现了野生的麦子，虽然颗粒干瘪，但磨成粉就是面粉，可以做馒头和面条。我利用部落里现有的木材和粘土，教大家盖起了火炕。当第一个火炕烧热，大家坐在上面热得直冒汗时，所有的兽人都惊呆了。这就是神迹吗？有了这个，寒季再也不怕冷了。整个部落热火朝天，大家忙着盖房、盘炕、囤肉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的希望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烈风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骄傲，也越来越火热。初雪降临的那一天，部落里举办了盛大的篝火晚会，这是为了庆祝过冬准备完成，也是为了我和烈风的结礼仪式。在兽市，结礼是一件神圣的事情。雄性要把自己最珍贵的兽牙挂在雌性的脖子上，并在月神面前起誓一生忠诚。虽然很多强大的雄性会有好几个雌性，但在银狼部落，狼族一生只认一个伴侣。篝火旁，烈风穿着我给他缝制的兽皮新衣，虽然针脚很难看，银发在火光下熠熠生辉，帅得人神共愤。他单膝跪在我面前，手里拿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兽牙，那是他第一次捕猎时打败的猛兽的牙齿，代表着他的荣耀。苏洛，他看着我，冰蓝色的眸子里倒映着跳动的火苗，深情而虔诚。感谢兽神把你送到我身边，我烈风以狼王的名义起誓，此生我的利爪为你而战，我的皮毛为你取暖，我的心脏为你跳动。无论生老病死，贫穷富贵，我只属于你一个人。周围响起了欢呼声和祝福声。泽西站在人群外，微笑着看着我们，眼中虽有落寞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满眼都是我的男人，从最初的恐惧，到后来的依赖，再到现在的深爱，他在这个蛮荒的世界，给了我最极致的宠爱和安全感。我愿意。我笑着伸出手，让他把兽牙挂在我的脖子上。烈风，我也是你的。烈风激动的眼眶微红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一把将我抱起，大步走向我们的新房，那间有着火炕的大木屋。回家生崽。3年后，银狼部落已经成了方圆100里最强大的部落。不仅因为有高大的城墙和温暖的房屋，更因为这里有吃不完的美食和神奇的神女。许多流浪兽和周边小部落都纷纷投奔，部落规模扩大了好几倍。我也很忙，忙着带孩子。嗷呜！妈妈，哥哥抢我的肉干。一只银色的小狼崽子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抱着我的大腿告状。紧接着，另一只稍大一点的银狼崽子跑过来，嘴里还叼着一块肉干，化作人形，是个粉雕玉琢的小正太。那是妈妈给我的奖励。你都没洗手，不许吃。没错，我生了一对双胞胎，都是小狼崽子。虽然很可爱，但是拆家能力也是一流的。我的陶罐不知被打破了多少个。烈风，管管你儿子。正在外面教族人打铁的烈风听到我的召唤，瞬间丢下锤子冲了进来。怎么了，洛洛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他一手拎起一只崽子，毫不留情地扔出门外，自己去玩泥巴。别烦你们妈，赶走了电灯泡。烈风关上门，转身看着我，脸上露出讨好的笑。洛洛，别生气，生气容易长皱纹。他凑过来，熟练地帮我捏肩捶腿。孩子们都大了，该让他们自己去历练了。部落也走上正轨了，泽西管得挺好。我们是不是该去度蜜月了？度蜜月？去哪？听说东边的海边有珍珠，还有很多好吃的海鲜。你不是一直想吃吗？海鲜？我眼睛亮了。走，现在就走。烈风笑了，一把将我抱起，放在铺着柔软兽皮的火炕上。不急，在走之前，先把今晚的公粮交了。喂，大白天的，狼是没有白天的。窗外雪花飘落，岁月静好。在这个神奇的兽世，我不仅活下来了，还活成了人人羡慕的女王。有美食，有爱人，有萌娃，这大概就是穿越最好的结局吧。如愿以偿。